拥有千年历史的中国书法艺术，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其美。让我们带您环顾美丽的政大校园，您将会发现处处有宝藏，处处藏着与书法有关的惊喜。政大校门，充满书香的中正图书馆，举办各种活动的四维堂，政大之声的发源地传播学院，石碑上的文字也承载了文化及美学。政大精神堡垒，文学院，位于国际大楼的华语文中心，是学习华语的好去处。中国书法的文化底蕴深厚，源远流长，值得细细欣赏品味。我们将在影片中为您介绍以下内容。字体演变。中国文字的字体大概可以分为7类，包括甲骨文、金文、篆书、隶书、草书、楷书和行书。甲骨文，甲骨文出现在商代，是中国最早的文字。商代的人习惯占卜，然后将结果刻在龟甲或兽骨上，这就是甲骨文。甲骨文保留着图画形态，又重新安排了文字笔画。甲骨文的笔画均匀，又因为甲骨文都是用器具雕刻出来的，因此线条很细，笔触很直，头尾则比较尖。下面我们以平安喜乐4个字为您示范各种字体的写法。平是经文，一个支架的两端各有东西放着，像一个天平一样，有均平不偏的意思。安是甲骨文，这是一个妇女在屋里的样子。古代女子未出嫁前不出门，以女性在屋内表达安全、平安的概念。喜，甲骨文，上半部是古代中国的鼓，下半部是一个口，听到鼓乐声而笑，表示人们在庆祝活动中欢笑。乐，甲骨文，木头上系有琴弦，本来的意思是木造乐器，引申为音乐、快乐的意思。经文，经文是刻在钟或鼎等青铜器上的文字，也被称为钟鼎文。毛公鼎就是代表作品。经文是甲骨文之后的主要汉字形态。早期的经文保存了许多甲骨文的特点，后来渐渐拉开了距离，
形成了独立的风格与特征。篆书，篆书可分为大篆和小篆，但目前所称的篆书，指的主要是小篆。秦代的秦始皇为了统治天下，宣布将全国的文字、货币及度量衡统一，文字于是发展成了小篆。小篆的字体与结构较为对称、整齐，散发出均衡之美。隶书，隶书是汉代最通行的字体，是由小篆演变而来。隶书最大的特色是，每个笔画开始的地方像蚕的头，结束的地方像凤的尾巴，写起来比小篆轻松，也非常接近现代使用的汉字，因此普遍被视为古今汉字的分水岭。草书，草书大概是从汉代初期开始发展的，是由快速的书写隶书而成。草书字形较乱，但仍保留了隶书部分的特点，算是隶书的变体。后来有人越写越快，慢慢地去除了原本保留的隶书特点，字与字之间开始上下相连。到了唐朝，草书已经成为一种书法艺术，传递讯息的功能减弱了不少。楷书，楷书由隶书演变而来，出现于汉代末年，魏晋南北朝时逐渐流行，唐代时达到了鼎盛。楷书因为笔画端整方正，结构严谨，又称为正书或真书。现代人学书法时，经常以楷书为入门字体。行书，行书在东汉末年时已非常流行，到了东晋则更加成熟兴盛。行书字体在楷书和草书之间，写起来比楷书方便快速，又比草书容易辨识，实用性极高，因此也成了书法学习者特别重视的字体。中文字体广义分为影片所介绍的7类。目前书法习写者普遍以画面中这5体为主。书法用具。书法是写字的艺术，书写的时候所使用的文具
主要是笔、墨、纸、砚。这也是文人雅士的书房里不可或缺的最宝贵的东西，因此也称为文房四宝。笔指的是毛笔，选用具有弹性的动物毛所制成。毛笔的运作空间极大，是其他的书写工具比不上的。墨是一种黑色颜料，好的墨应该是质地细致，颜色又黑又亮，并且带着淡淡的香味。纸一般是宣纸，生宣纸吸水性较强，最适合用于书法。砚是用来磨墨的，砚台种类很多，好的砚台能够让墨的颜色又黑又浓，并且不伤害笔毛。书法基本写法，永字八法。在中国文字当中，永这个字很特别，因为它正好包含了汉字最常运用到的8种笔法，也就是所称的永字八法。分别为点、横、竖、勾、提、弯、撇、捺。这8种笔法，每一笔各有特色，又互相呼应，一气呵成。因此，学习书法的人都一定会特别认真地练习永字八法。熟悉了永字八法，对于其他笔法就更加容易理解，也更容易学习到书写的要领。书法应用。中国书法极富美感，也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，同时字体更塑造了品牌精神，让物品独具特色，令人留下深刻印象。人人使用书法，与这门艺术毫无距离。无论是精心书写，或是信手拈来，字体的一笔一画，皆能表现出个人风格，甚至是传达心意。祝贺老师88岁生日，88岁是美寿。再来，过年的时候呢，给小孩子同胞，通常也会写下恭贺新喜。再来，如果看到不错的句子，把它写在卡片上面，可以当作书签。像这种也可以写成直式。还有呢，有时候呢，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原来自己想做什么，莫忘初衷。还有呢，这个是我们常常用的，随时可以观摩别人的一些长处。所以呢，这句话在中国是常常用的句子。还有写信的时候呢，这是贺新年快乐。那这个是平常在朋友之间写的，所以祝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
本校政治大学的建筑，在驻校艺术家李霄坤老师的创意点缀后，不仅具有古典诗意，也翻玩字体美学，赋予现代感，为校园增添了活力。这一首著名的五言绝句，竟然可以用这么有趣的字体来书写。处处有书法，字字皆艺术。书法字体的创新与应用，是感性的将艺术融入于生活，进而将生活提升至更高的层次。充满艺术气息的中国书法之美，值得乐于徜徉在生活艺术之中的您细细品赏，再三回味。我叫扎腾尧，我姓中文，我叫中文艺术。我姓吉，我叫曾世熙。我姓王，我叫王景荣。我姓蝌蚪，我叫蝌蚪龙。你好，有两只马，一只马跌倒了，因为天气不好，大雷还有大下雨。所以这些马，他们有看到还有一只鸡、一只猪，他们住的地方是很好，有很好的天气。所以呢，他们看到我们的地方以后，他们就搬到我们的地方一起住，当好朋友。谢谢，谢谢。牛刀小试。看完影片，请试着回答以下问题：中国书法经典字体有哪7种？文房四宝是指哪4宝？你还记得基本笔画顺序吗？影片中是用哪一个字来举例？请问这是哪一种字体？请问这是哪一种字体？请问这是哪一种字体？这又是哪一种字体呢？用吧，用词爆发，点和数够，一万撇捺。中华艺术文化，谁出口遇见它？懂吗？七里八法，书法写完请检查。文字演变5000年文化，写经典把真大。用吧，用词爆发，点和数够，一万撇捺。中华艺术文化，谁出口遇见它？
八法，书法写完请检查。文字演变5000年文化，写经典把真大。等你发觉书法真美，字体大乐方为其大类，8种写法永远的解答。I see ya， 毕竟整体各种 roadblock， 汲汲营营像个 robot， 等着 all in 全部说哈，5000年底蕴应该怎么说它 ？So I write them down written， 再让前人传承精神，也许其实精神博大精深。This is a movement， 献上青春 ，say to say。I will never take a break, OK。中国风音乐流行到欧美，书法自美，我独立当自媒 all day。八法无法不去欣赏它，有哪把？各位同学请抢答。这首词不用写下巴，you know I 直接发。用吧，用字八法，点和书勾，今晚撇捺。中华艺术文化，谁出口遇见它？懂吗？七里八法，书法写完请检查。文字演变5000年文化，写经典把真大。用吧，用字八法，点和书勾，今晚撇捺。中华艺术文化，谁出口遇见它？懂吗？七里八法，书法写完请检查。文字演变5000年文化，写经典把真大。